好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。今天的时间呢是3月17号。那昨天拍了一个很长的影片，其实我花了大概是2个多小时，就是从这里走到旧城，然后再走回来。那真的剪出来大概就是35分钟嘛，因为中间我还有见朋友啊，然后也有一些片段它没有那么特别的，我就没有剪进去。那所以就是在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其实有一些还没有消化的话，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，我觉得可以来做一点分享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就是我兴奋奋的到旧城，然后就是东看看西看看，然后当我突然看到在阳台露台那边有一群人在祷告的时候，我那个瞬间我的声音突然就从很兴奋变得很小声，就因为你知道，对于那些在祷告的人来讲，那个就是一个圣地，你可以感觉到那里不一样。那这就是我在影片里面没有很强调，但是有点出来犹太人对于锡安这块土地的执着。为什么不能是纽约、布鲁克林，或者是欧洲的一个小镇，或者是也许亚洲的某一个地方？为什么犹太人不能够在好比说东北建一个犹太国，建一个锡安国？然后为什么这个地方它必须叫以色列，而不是什么大卫之国啊、锡安国啊？就是因为这里有土地、人民，还有圣经，就是神的话语的一个连结性，你没有办法去找另外一个地方来取代神的选民、神的话语，还有这块土地。过去发生的事情就是在这块土地，我们脚现在所踩踏的当然不是这个新城的区域啦，但是在旧城的区域，那个就是2000年前耶稣他所走过的路，就是在那个地方发生了这么多改变人类历史命运的历史事件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我去到那个马米拉购物中心那个时候啊，然后我不是到了一个防空洞底下，那我觉得很庆幸挑到那个防空洞，因为其实有只是说那边也有啊什么的。那其实我真的是刚好看到，就是像那个路人跟我说的，前面左转，然后就真的看到大家站在防空洞前面等待嘛，所以就找到防空洞，不然其实也看不太出来。那个防空洞刚刚好就是他们保全平时用的一个基地，一个办公室，平常是不会对外开放。我本来以为我是进到那个停车场的那种防空洞，那我下去以后才发现，不是，这是别人的办公室，因为他有那个换衣服的地方嘛，然后他们的外套都挂起来，然后我就看到一个人在里面跪着祷告。那我上礼拜五。我们去吃披萨之前，不是在路上也有看到一个穆斯林，他也是跪在地上祷告嘛？那这就是很耶路撒冷、很以色列的一个真实的画面。然后我有讲过，我生我们家老二的时候，我是半夜2点去医院，然后在停车场指挥交通的那个女生警卫，她是包着头巾的穆斯林，20几岁、30几岁那样子，我没有看很清楚啦，因为我那时候要生小孩了。可是你可以看得到，以色列是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连女生都可以半夜工作，而且不会因为她的信仰啊被歧视啊，甚至就是她会觉得危险，不能够来上班，不会，她可以2点多还在那边指挥交通，一个女生。那像是街道打扫的人啊，学校教书的老师啊，其实在耶路撒冷生活中还有海法，我相信亚法也是，就是很多的阿拉伯人扮演在这个城市很重要的角色。那我昨天跑下去的那个防空洞，我真的没有想到连保全都是穆斯林，都是阿拉伯人。然后我觉得很意外的就是看到他们放那个祷告时间表，因为这个月是 Ramadan 斋戒月，然后他们有固定要祷告的时间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是因为斋戒月的原因啦。那个时刻表就是贴在他们的墙壁上面，还有那个阿拉克萨清真寺的这个图像。那这里是在耶路撒冷，这是一个犹太国家。大家对于媒体所散布出来的观念，可能会觉得说，对啊，犹太人、阿拉伯人就是水土不相容，他们没有办法在同一个土地、同一个空间上一起好好的过生活。但这是错的嘛？很多的犹太人、阿拉伯人，包含像是Nas Daily，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 YouTuber， 他就是来自以色列的阿拉伯人。那他一个非常好朋友，在前几天的时候突然心脏病过世，他是他的投资者，然后这个阿拉伯人对他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投资者，他非常的舍不得。为什么？这不是因为好像是什么钱的关系，这是因为他们有真实的友谊。
以色列的新闻台也有阿拉伯文的主播，以色列国防部的那个发言人也是一个穆斯林的女生，就是阿拉伯文部的那个发言人。然后还有我之前跟大家说过的一个也是阿拉伯基督徒，叫做 Yusuf Haddad， 他也是一个自愿去 IDF 以色列国防军当兵的阿拉伯人。然后他因为阿拉伯人是不用当兵的，然后他也是在社交媒体上很积极、很活跃的来为这块土地、为这个国家说话。还有演 Felda 的 Lucy Ayoub 也是阿拉伯人 ，Ayoub 是阿拉伯人的姓氏，他的爸爸是阿拉伯人。一个艺人 Valerie Hamati 也是阿拉伯人。那因为我也常常跟大家讲，就是有部分的阿拉伯人，他们因为背景很复杂的关系，真的是两个族群之间肯定是有伤害，历史一定是有恩怨的。但是我看到的生活里面是阿拉伯人跟犹太人是可以共存共荣的。那在媒体上，这些活跃的阿拉伯人，他们所传达出来的讯息也是一致的，只是我没有那么强力的素材，直到昨天嘛。当网络上有人说，就是非犹太人不能进防空洞 ，OK， 结果我进到一个防空洞，然后里面不只是有穆斯林可以进去，穆斯林甚至可以在里面祷告，而且甚至穆斯林就是守护耶路撒冷的保全。你可以想象吗？这是整个颠覆，就是大家对于耶路撒冷、对于犹太人的认知。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，就是昨天做的那个影片，我觉得可以让大家看到耶路撒冷真实的样子，很重要。因为网络上有很多人在妖魔化以色列犹太人，好像他们就是随随便便的对伊朗开战，其实根本不是嘛。我昨天已经说过有代理人战争，然后伊朗已经就是喊了好几十年，就是以色列去死，美国去死，然后他们也是真的就是有行动啊。真主党就是由伊朗支持的，然后真主党就是一直发那个火箭炮啊。那从那个导弹，哈马斯射的是火箭炮，黎巴嫩真主党射过来的是导弹。黎巴嫩真主党射过来的导弹，其实以色列北部的居民是没有什么时间反应的，手机的 app 不会响，他们会直接听到那个防空警报的声音，然后就赶快90秒之内冲进防空洞，可能连90秒都没有，因为那个距离太近了。黎巴嫩的土地跟以色列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在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压力之下，生存压力威胁之下，以色列它必须对伊朗出手，才能够去阻止伊朗对以色列即将有的这些很致命的毁灭性的计划。那我想要拿一下今天的报纸来给大家看，我们今天在看什么报纸。然后呢，我来支持一下以色列的报纸。这一份报纸是18块，上次的那一份今天好像没有看到。那这是以色列的Haaretz，就是关于怎么样子治理以色列这个国家。以色列本身就有很多的不同的政党，有不同的想法。我相信台湾人也应该也很有感触。就以色列在国会里面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有17个。那所以以色列也是有分左派右派的，但是在面对跟伊朗打仗的这一个立场上，以色列内部是还蛮团结的。那Haaretz就是国土报，3月17号。然后它的照片主要就是黎巴嫩北部那边，以色列北部跟黎巴嫩的战争。然后这是打到以色列北部一个 Nahariya 的一个镇。那昨天也有，就是我的短影片有说嘛，就是耶路撒冷也有遭到那个导弹攻击，但是以色列有拦截下来。然后还打的那个拦截下来的碎片还砸到了会堂、圣殿山，然后圣母教堂旁边这样。然后这就是有一些以色列城市的小孩是可以回去上课，但是很多小孩选择就是不要去，还是要留在家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逾越节快要到了，那这些逾越节的食物啊，或者是清洁用品有特价这样。然后现在的气温，那如果说导弹它往某一些区域打，那其他的区域的防空警报就不会响。那通常我们会觉得说，就是当然别是巴例外啦，但是只要是别是巴以外，这些南部以色列的城市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。但是也不一定，因为这里也有一个机场，然后那个Eilat它是可以，就是这里是红海嘛，这里有很多的就是红海啊浮潜的活动。
那可是现在也应该就没有。那很多的以色列家庭，他们在过逾越节的时候，就会去死海啊，会去 Eilat 啊，会去那边玩水。那可能今年也就可能就没有办法了吧。那目前的最新消息就是，刚刚市政府耶路撒冷市政府就说，特教生明天就可以回去上课了。那像JoJo，就是一般的小孩，目前还没有，但可能很快吧，可能下礼拜吧。好，大家拜拜。